我们在屋子里待了3个多小时，房门终于是被敲响了。马爷，一切就绪，现在就能出发。好。这会儿已经是7、8点钟的时间了，我们走到了民房外的一片空地，那里已经有2辆大型的越野车在等候了。我们上了车，那车子轰鸣一声，也不沿着公路走，一头就往山里扎去。啊，好车！哎呀，这么颠簸的土路啊，都走得平平稳稳的啊。这可是进口的美国悍马，军队打仗都开它，足足要10万美刀。这要是不好，全中国就找不到好车了。这混蛋，疯子别碰我！这悍马的速度不慢，不多时，周围已经是人迹罕至了，除了荒山就是野岭，经过的也是被人踩出来的粗糙小路。看那样子，似乎很少有汽车来过。恁真是去大王村来？不是大王村吗？老人家，你发音准点行不行？外头人叫大王村，俺这一片都管它叫呆王村。这村不太平啊，恁这是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呆就是死呀，这村里头风水不中。我听说啊，正好压到龙王爷尾巴上了，这才导致厄运不断。就这些事儿，附近跑马发财的都知道。是不是那个尸体下葬必须戴着面具，然后头往下葬的村落？王元朝突然问了这么一句，我发现他脸色有点古怪。那老汉转过了身子，惊诧地看向了王元朝。老师，你是去过俺呆王村啊？胖子赶紧问。老王，你给我们说说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呵呵，这个村子是我见过的最邪门的村子。听了王元朝的话，我有些发懵了。以王元朝的性格来看，应该是不信那些鬼神的，可现在他却是说出了这种混话来。我们进入村子搜查的时候，正好有一户人家出殡，一个战友害怕杀人犯藏在棺材里，就当场把棺材撬开了，还翻乱了棺材里的遗物。当天晚上他就出现了高烧的症状，一直说不敢照镜子，一照镜子就发现有个长头发的蓝衣女人跟着他，最后受不了折磨跳井自杀了。我们住在村子里的时候，有村子里的老人警告我们说，整个大王村的房子都是东西朝向，唯独有一间房子是南北朝向的，那间房子千万不能进。那时候呢，有3个战友不信邪，认为杀人犯就躲在那里面，于是就进去了。大王村刚好建在了龙尾巴上，按照风水学的角度看，属于是龙末之地，阴气是相当重的。张三炮突然出声，作为摸金校尉，他最看重的就是风水2字。其实风水能够在中国源远流长这么久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就比如我们在李斯墓里遇到的白毛粽子、明薯，这都是一种在特定的气候地理条件下才能够孕育出来的产物，但不懂行的人就会越传越邪乎。也就是说，这大王村可能真的不是什么善地。然而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精神紧绷的时候，一阵突如其来的笑声把我给吓了一大跳。樱木花道太搞了，笑死我了。只见凯撒琳此刻正抱着《灌篮高手》的漫画书，没心没肺地大笑着，就差在座位上打滚了。我们几个人一阵无语，之前的紧张气氛就荡然无存了。尽管笑，别到时候吓得找妈妈。我心里头暗暗地说着，觉得这马如龙就是个脑残。一路上除了听歌就是看漫画，他是来当炮灰的吗？而这时候地势开始变得极为难走，悍马车行进的地方时窄时宽，有些时候那车子几乎是倾斜45度开过去的。我整个身体都贴在了凯撒琳的身上，虽然我竭力的想要避开，不过胖子那200多斤的重量却死死地压着我往下挤。我觉得自己的脸都要埋进凯撒琳的乳沟里去了。还好车子拐弯之后狠狠落下，没有让情况愈演愈烈。刚一落下，眼前的一切就变了番样子。我们好像是从一个狭窄的门里开了出来，穿过之后，眼前立马就空荡荡的，甚至连座山都看不到。周围只剩下了呼呼的风声，那种环境完全就像是一片荒原。一路继续向前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车子后边好像是被什么给撞了一下，我们几个人都是一颠。我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回过头去看。紧接着我们就听到了一阵阵刮指甲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抠着车门。胖子脸色煞白地问：这他娘的什么情况啊？王元朝皱起了眉头：可能遇到了山里的猛兽啊，车子最好开快点，能在这里出现的都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东西。现在悍马的速度虽然说不快，但也超过了一般的私家车，什么样的猛兽才能够撵得上呢？
我的脸色开始难看起来，这才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如此古怪的事情。不过还好，车子的速度加快以后，那阵指甲抠车门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不见了。然而我却是发现，不知道车门被抠开了还是怎么回事，此刻居然有一丝鲜血从悍马右边的车门缝隙里渗了进来，那血还带着一股奇怪的腥味。而与此同时，后视镜中好像有一张老太太的脸飞快闪过，她嘴巴里还伸出了一条30厘米长左右的鲜红舌头，看起来十分诡谲。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，但是我一直都在盯着后视镜看，所以我看得十分清楚。这一下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叮当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老太太，她是车子旁边走过去了？听到胖子这话，我顿时魂飞魄散，车子可是在高速行驶着呀，怎么会被老太太给赶上呢？我浑身如堕冰窖，一股深深的寒意涌遍了全身，难不成这大王村里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我心里一阵胡思乱想。这是土地婆来了，你快进攻，要不然咱一个都跑不了。不是说只要我带路，那都听我了吗？进攻！我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的难看，这是要拿活人当祭品的节奏吗？马如龙接下来的动作验证了我的猜想，只见他拿起了对讲机来，扔一个人出去。而后一个20多岁的倒霉蛋就嗷嗷叫着被后面的那辆悍马车给扔了下去。车子进一步加速，开出一段距离之后，那车子似乎也平稳了下来。这可是你的手下！马如龙的凶残再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虽然那个倒霉蛋我们不认识，但是这种做法让我感觉有点灭绝人性。怎么不扔他，难道扔你啊？你带着那几个人就是准备这样使用的？哎呀，你小小伙，这一块土地婆闹了凶，你不给他吃饱，咱都得完蛋。只要土地婆是吃饱喝足，他都不会找事儿的。元朝兄弟，你之前不是来过大王村吗？这个土地婆到底是个什么鬼啊？王元朝皱着眉头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，然后又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也不像啊。哎，前面有人！我看到在前面的路边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。等车子行驶近了，我一眼看过去，差点没被对方的外貌给吓死。如果不是他站在那儿死死地盯着我们，我真的是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人。马如龙踩死了油门，悍马车呼啸而过，把那人远远地扔在了后面。这缺球了。刚才那他娘的也是土地婆啊？都是。怎么这年头土地婆也能量产了呀？这看模样跟个大活人似的，该不会是山里的野人吧？说话的功夫，悍马车好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前轮猛地就卡住了，整辆车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，在地上疯狂地旋转起来。如果不是马如龙技术好的话，恐怕这一下估计就要直接翻车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们撞到人了，快下车救人！这一次啥都别管，继续扔贡品，别让土地婆抱住车轮，要不然咱都死定了。顺子，你下去看看。那个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西装男就猛地打开了车门，一脚把他给踹了下去。几乎就在车门关上的一瞬间，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就从车子外边传来。透过后视镜，我们只看到顺子刚一下车就被拖走了，也不知道被拖到了什么地方，遭受着非人的虐待。悍马重新启动，前轮也奇迹般的可以滚动了。每遇到一个土地婆都得扔一个贡品，这他娘要是来个17、18个，那咱们……说到这儿，胖子没继续说下去了。那潜台词就是，如果还得继续扔贡品的话，那岂不是很快就会轮到我们了吗？这些玩意儿可不好对付，速度跟猎豹一样快，而且数量也不知道有多少。但愿我们带的贡品足够，能够保住大家的平安，顺利到达大王村。说话的时候，西装男脸上挂着笑容，好像他刚才踢下去的压根就不是人一样。我和胖子王元朝脸色都无比难看。这个人如此有恃无恐，估计是带了什么武器的。要是我们不合作的话，怕是要直接就被打成筛子了。见到四周又安静了，向导老汉这才敢继续说话。我跟他说啊，这土地婆就是死了的人出来索命了，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下葬时候的红丧服，咱一给他喂饱他都回去了。
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听他这么说，我直接对着他就骂了起来。狗屁！就是程子清的粽子也跑不了这么快，这里头肯定有蹊跷。咦，你千万别对土地婆不敬啊！他那认真的神情突然间让我有些恐怖。路上那些穿着红衣服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会被称为土地婆呢？而他们又是用了什么手段才能够像野兽一般迅猛，不但能够追上越野车，还能够生撕活人呢？想到之前后视镜里看到的老太太，我这颗心里就瘆得慌。在马如龙又扔了一个手下之后，周围算是彻底平静了，除了一阵阵鬼哭狼嚎般的风声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。别看了，土地婆吃饱了，咱都安全了。这些土地婆到底是人是鬼？我虽然很不爽这个老汉，因为之前就是他一直催促马如龙把贡品丢出去的。不过在这种偏远山区，村民们的思想都很落后，相信一些鬼神什么的也都是在所难免。这会儿我只能是耐着性子，看看能不能从他的嘴里问出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向导老汉一脸严肃地说：这土地婆就是村里每年死了人，他们死的不干净，就从坟包里钻出来找人索命，不给吃饱都得死。能看见他身上的大红衣服吗？那都是下葬的时候穿了丧服，这不是来索命的是啥？这不可能啊，诈尸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也遇到过不少粽子，从没见到过跑得比这4个轮子还快的。胖子问向王元朝：元朝兄弟啊，你他娘当年不是来这里招过杀人犯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关于土地婆的传闻呢？当兵的是禁止传播谣言的，不过这一片确实出过不少的事情。王元朝表情顿了一下，似乎刚好想起了什么来。胖子在一旁催促他：哎呀，那你赶紧讲，别卖关子。据说在这一片出勤的军人，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，当地政府十分警惕，专门派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3次进山巡逻，可回来的人全都没有完完整整的。最严重的是第3次，一个20多人的队伍直接失联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没办法，只能报了集体牺牲。王元朝眉头微微皱起，淡淡的说了起来：那时候我们指导员猜测，这一片区域由于人烟稀少，成了建国后不少流寇的根据地。这些人可能蛰伏在偏僻的村子里，仇恨的心理让他们看到人就猎杀。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定论。不过现在看起来显然不成立。刚才那个穿着红衣服的怪物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如果是人的话，怎么可能追得上汽车呀？说到这里，王元朝摇了摇头。突然之间，悍马猛地打了个急刹车，车轮擦着地面，呲呲地响着。是之前路上某着大裂缝啊！只见我们前面的位置，也不知道是由于地震还是什么原因，居然出现了一条10米多宽的大裂缝，手电筒的光都照不下去，估计起码有几十米深。还好是马如龙刹车快，如果这要是摔下去，我们绝对就粉身碎骨了。看来我们要徒步去大王村了。放你娘的屁！那些土地婆虽然吃饱了，可要是再来追我们，他没有车子保护我们，那不是死定了吗？你这个向导是怎么当的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故意把我们带进了绝路啊？这里头肯定有路能绕过去是吗？绕不过去，这裂缝长的一眼都看不到头，又绕没了都绕不过去。行了，胖子，别耍宝了，你今儿把他掐死都没用。马如龙一脸阴沉地望着那条大裂缝。本来想靠这几辆悍马一路追寻到语文里的线索，但现在刚到第一个目的地就已经没路开了。此刻另外一辆悍马也赶来了，让他们把所有装备卸下来，我们徒步前往大王村。你疯了？那些土地婆的厉害你又不是没见识过，我们这样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那如果有这个呢？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一下子就短路了，整个人也都呆住了。此刻在另外一辆悍马的后备箱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，什么沙漠之鹰、狙击步枪、AK-47、轻机枪，还有火箭筒什么的都有，甚至还有着一整箱的手榴弹，这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军火库了。王元朝忍不住走了过去，他拿起了一把 SVD 狙击步枪来，有点颤抖地检查了一下瞄准镜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似乎是想要压下自己激动的心情。他本来就是侦察兵，最熟悉的热武器就是狙击步枪了。从对越反击战退下来这么久，再一次摸到真枪，心情自然是无以复加的。看来你也是个好手啊，不过这把枪暂时不能给你，都过来卸东西吧，害我笑了那么久。
西装男娘炮一样的摸出了一个化妆镜，对着镜子做出了各种笑容，似乎是想看着自己怎么笑最好看。如果之前我对马如龙的势力还不太了解的话，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可怕。那某些东西在我们国家呢可是绝对的禁忌，就比如这些手榴弹和狙击步枪，哪怕是你再有钱再有权，恐怕都是弄不到的。但现在呢，这些东西却在马如龙的手里堆成了小山。这些东西比起我们在李斯墓里用到的那些，就如同飞机、大炮和儿童玩具的区别。我们陆续从车上拿下来了几个旅行大包，打开一看，全部都是各种工具，像钢制的鹰爪钩、冷烟火、荧光棒、应急灯，还有短武器、长武器，什么都有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齐全的盗墓工具，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怎么样？有了这枪支弹药，想笑多久都可以笑多久了吧？那些土地婆最好别来，如果来的话，我就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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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他们上天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必须带上这个东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美国运来的遥控炸弹，虽然炸药量不大，但是把脚掌炸断还是没问题的。要不然你们乱来怎么办？哎，小胖子，过来。说完之后，西装男就笑着对胖子勾了勾手指头。我不带，万一这东西质量不好，直接炸了呢。胖子脸上的肉哆嗦了几下，做事就要开溜。话没说完，砰的一声巨大枪响，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。过来，相同的话我不想说2次。不过这次那散弹枪就不是对着天空的，而是对准了胖子的脑袋。我自己来。我真怕这疯子开枪，于是赶紧走了过去，接过一个金属环来，打开之后靠在了自己的脚踝上，那上面好像有个密码锁。王元朝、胖子还有张三炮也都带上了这玩意儿。这样不就行了？路上好好配合，回来就给你们解锁。要是乱来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呢。我们几个人的脸色都很是难看。之前其实已经想到了马如龙是不怀好意，但却是没想到他这么直接。刚才在车上已经有3个手下先后送命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其他人跟马如龙、西装男、向虎应该是一伙的。凯撒琳戴着耳机听歌，似乎对刚才的事情完全没看到一样。而后向虎拿起了发射器，将鹰爪钩对准了裂缝另一边的石头发射了过去。那钢制的钩子在地上拖行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就死死地卡在了石头上。又连续发射了2个钩子，3条麻绳就组成了一条通道。小胖子，你先过去。西装男挥了挥手，似乎是想利用胖子来试探一下这条路安不安全。胖子，小心一点啊，别开下面。放心，胖爷小时候最擅长的就是爬绳索。胖子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，他身体倒挂在了那些麻绳上，双脚也勾住了麻绳，之后就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。这10多米的距离，平时几秒钟就可以了，但此刻却像天堑一样横在了我们面前。我死死地盯着胖子，生怕他出现什么意外。还好，一切都很顺利，胖子很快就爬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他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，喘起了粗气，似乎刚才那段路一下子掏空了他所有的力气。接着，马如龙等人相继过去。王元朝和张三炮过去之后，就只剩下了凯撒琳和我2个人了。哼，大叔，你要是怕的话，就先让你过去吧。赶紧过去，扯什么嘴皮子？我冷哼了一声，虽然是有点害怕，但这时候肯定是不能表现出来的。哼，那大叔我就先走了，等下你可别吓尿裤子。小子，先把包裹弄过来，上面都有锁扣，搭在麻绳上一推就行。这些东西足足有6个巨大的旅行包，还不包括那些枪械。这一次马如龙带上的东西应该差不多有1000斤重。把那些东西都溜过去之后，我也顺着绳索开始往对面爬。